Hello，各位，因为前两天呢，我的这辆车，发动机的仪表盘警告灯亮起来了，初步判断呢，反正大概率上吧，也应该是节气门和火花塞这么两个东西。因为我买的是二手车嘛，所以，上次拆开了一个火花塞看了一下，目测呢应该是从买车就没有更换过。现在这个车呢，应该跑了有11、12万公里了吧，这个样子啊。那正好也到了一个火花塞的极限了。另外呢，就是节气门，因为这个车我清理节气门还是费了点小周章的。我也在 YouTube 上去搜索了一些更换的教程，但是发现非常的少。我只收到了一个快速清理这个节气门的教程。那它的方法是把这个进气口的那个皮子的那个保护圈，把它拧松了以后，塞进去一根那个小的塑料管，然后直接盲喷。那这种方法我相信也或多或少会有点用啊，但是毕竟不如你把它拆开去清洁好一点，所以我自己也就研究了一下，最后也是成功的清洁成功了。清洁完了之后，发动机的故障报警灯就已经熄灭了。那我想，既然已经到了该更换的时候，我也今天顺便再把火花塞换一换。那由于上次一直在琢磨怎么样去拆这个节气门，浪费了蛮多的时间，也没有拍视频，所以今天呢，我不再去拍逐步操作的视频，而是把一些拆装的要点给大家简单的用视频记录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有同样需求的伙伴。好，首先呢，如果你是跟我同款的车型，因为我这款车呢又是一个带涡轮增压的版本，所以它的节气门的位置呢其实更复杂一些。这个地方，稍等啊，这个地方毋庸置疑是空气滤清器，所以发动机燃烧需要的空气是从这里进来。那这个边呢就是空气的进气管。那正常来讲，这个进气管呢应该直接通到发动机里面，就是这个管应该直接连到这儿。但你会发现我这辆车呢，它并没有直接连过来，而是说把它这个拐到后面去了。然后这根管呢是从后面又拉过来的。所以你通过这两根管就可以判断，其实这个空气是在发动机的后部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为什么要这样绕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涡轮增压在后面。那个空气进来之后，它不直接进发动机，而是先到后面的涡轮增压，然后把空气增压了之后再传回来，那就绕了一大圈嘛，这样造成了拆卸比较困难。而且这根管呢是金属管，是硬管，不是软管，所以它没有任何可以移动的矿量。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把这里的两个紧固螺栓给拆掉了以后呢，你也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管道抬出来的啊，这点比较坑。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去拆了节气门清洁呢，你就必须清理，就是必须把这根管子给松掉。而要松掉这根管子，我们需要松动里面的一颗螺栓。那你就必须要我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位置，这个位置，远处的那颗模糊的螺栓是那颗。所以如果你要拆那一颗螺栓的话，你不把这个东西拆掉是不行的。我又拿灯又拿手机，有点烦啊！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拆掉。那同样的，我的火花塞在这里，虽然能看到，但是你看这个距离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进行更换的。所以不管是清节气门还是清火花塞，都是要把这个上面这个盖子给拿掉的。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先做这个啊。那这个盖子怎么样拿掉呢？从这里开始，1、2、3、4、5、6、7，一共有这么7个卡扣，要把它拆下来，用一个1字的螺丝刀就可以了。我已经拆过了，这个卡扣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它正常来讲呢是这样。是这样卡在这个位置的，一共7个，要把它全都用1字螺丝刀先把它给拿掉。然后拿掉之后呢，其实这个
这个盖子就松动了。拿掉之后，这个上但是你现在不能直接拔，因为在这个位置它被雨刮挡住了，所以我们必须先把雨刮先拆掉。把雨刮先拆掉，就是这颗螺丝，把雨刮要先拿掉。先把这个拿掉，然后直接雨刷拆下来，然后你这个就可以拆掉了。那我现在先把雨刷给它卸下来。当把这个螺丝拆掉之后啊，这个雨刷就直接往上拔就可以了，可能要稍微一边晃动一边往上用点力，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拔下来了，这个雨刷就拆下来了。但是拆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安装回去的时候，你很难分得清楚哪个是左边哪个是右边，所以我的做法是左边的雨刷放在你车子的左边的地上，或者你放在桌子上，然后右边的雨刷就放在右边。然后安装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参考雨刷在这里留下的这个痕迹。如果你的车特别干净的话，你想去用笔做个记号也可以。那我也看到有人会在这个位置拿一根笔在这儿画一道，这样你就知道它安装的角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先把它拆掉了。像这个我是右边的雨刷，我就放在右边的地上，包括它的螺丝和这个盖放在右边的地上，然后左边的这个呢就放在左边的地上。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两个雨刷就已经拆掉了，那7个卡扣也都拿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刹车，但这个刹车是在下面，没关系，你可以先把上面这层皮子拿掉，直接往上拿就可以了。一个手真的是特别的不方便。好，那现在这一块整个盖板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清洁你的这些空调的进风口，上次我都把它清洁过了，这样能把它清洁的非常彻底非常干净。好，然后接下来下面是一块真正的金属盖板，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拆4个螺丝，一边2个，一个是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不是啊，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和这个和这个，这是这边的2个，然后这边一样，也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这么2个，然后还有另外2个是这样，这刹车油这上面这2个6角螺丝，这2个就要拆掉了，否则的话它会跟着这个一起带起来的。那我现在先拆。好，现在我已经把刚才说到的6个螺丝全都拆掉了，包括这2个，我已经把它稍微拿出来了，因为一个手实在太不好拿了，所以我2个手稍微会用力好用一点，然后这个就可以整个被拿掉。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更多的看到这个发动机的本体了。然后，这个刹车油在这里，一般我会把它放在后面安全的位置，不会碰到它。然后注意的是，这个螺丝在拆卸的时候会有个卡扣，这个没有，没关系，这个会有个卡扣，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卡扣，别让它掉了就可以了，因为它的那个丝扣是在卡扣上面的。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发动机的构造了，也就是说，空气从这个空滤进来，沿着这根管道往后面走，往后面走，往后面走，绕到这个后面啊，绕到这个后面。后面是什么呢？看到这个大圆盘了吗？这个大圆盘，就是涡轮增压，然后空气会在这个里面会被加速加压，
让它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压力往发动机里面去冲。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之前是清洗过发动机的嘛，因为当时没有拆了这个盖板清洗，所以你看外面这一边是很干净的，但是里面就非常的脏，因为当时洗不到，下次应该再拆了洗一洗。然后经过这个涡轮增压增完压的空气，然后再从这根管子出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可以松动的卡扣的，这一节是软的，是皮管，到这里开始就是硬的了，就是铁管了。然后被加压的空气从这根铁管再过来到这儿，然后节气门是在这里的。所以虽然节气门是在前面，但是有2个很难清洁的问题，一个是这里的线缆太多，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些卡线缆的卡扣，这种卡扣，还有这种卡扣，能拆的地方把它拆一下，让线缆先往旁边让一让。如果你一定要断开像这样的一些连接的话，一定要记得你断开的是哪一个，到时候再把它接回去就行了。那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根硬的铁管让它能松动。那其实这根铁管它的两边都是软管，按理说呢，我只要把这边的2个箍，看啊，有2个箍，看到吗？上一个下一个有2个箍，这2个一松，然后我这个铁管只要往上一挪，节气门就出来了，我就可以清洁了。现在问题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往上挪的，因为这边也是软的嘛，它可以往上挪，但问题它固定在一个螺丝上，让它不能动。这个螺丝在，然后找找啊，对，顺着这个跟着我来，顺着这个管子往里走，大概在这个位置，看到吗？在这个位置往下找，往下，在这儿，在这儿，看到这个螺丝了吗？看到这个螺丝了，这个螺丝就是固定这根铁管的，所以你是一定要把上面那个雨刮的盖板拆开，你才能够够到这个螺丝的。这个小螺丝啊，这边是个螺母，螺帽在那边，你可以你只能去拧对面的螺帽，不能拧这个螺母，因为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还怕它掉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螺母是焊在这个支架上面的，它是不能动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拧对面。那么对面在哪儿呢？对面在，稍等啊，我把我的头灯拿下来。你看到有个这个分支，看到吗？就在这个的下面，然后你要把这个管道拔开。看到那个螺丝了吗？我尽量的照亮它，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对焦。哎呀，我的天哪！看到那个螺丝了吗？就是那个螺丝，你记住这个位置，我给你放远一点，记住这个位置啊，分叉的那个地方，这个螺丝。想办法用一个能伸进去的扳手，一定要把这个螺丝给拧掉，然后注意它拧松了之后别让它掉下去，不是下面的这个，是上面的这个，不是下面这个，是上面这个，要把它给拧掉。拧掉了之后，拧掉那个螺丝之后，你这个管子就可以抬起来了，然后你再拧松这2个卡扣，这个就可以抬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节气门了。节气门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没拆，然后我直接就往这个里面喷，但是它的故障码也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想把它拆下来也可以，上面有几个6角螺丝，直接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好，这就是节气门的清洗。